慢慢踩。哦。 嚯！我这个频道的话呢，拍市值的车好像不多哈，3008试驾了，5008还没有。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试驾5008，今天就来一个最新款的2008。本期视频非常感谢车主 CJ。Hello。 啊，这个车是刚刚买的哈4月拿到车，4月哈，不到半年的新车，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1.2公升3缸引擎。因为很多人在那边讲 3 cylinder 3缸的车到底可不可以，还是很多人停留在那个小 CC 的排气量那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 test 一下1.2公升3缸的涡轮增压引擎到底是怎么样。这辆车是 fully stock， 对。我最喜欢就是4原装车的。但是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哇！ 我一靠近这辆车的时候哈，side mirror 就打开了。我离开这辆车之后，离开哈，锁了。好了，话不多说，去看看新车 ，Let's go。自从 Burma Auto 拿掉 Peugeot 回来做的时候，他们就要把 SUV 主攻这个市场。现在他们推出的车呢，都是往 SUV 的方面走哈。什么那些 sedan 的话呢，往后。这个车的话，虽然推出将近1年，这个时间有的试驾也是非常庆幸。之前我有试驾过这一代的3008，感觉是蛮不错的。虽然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 但是法国车开起来呢，其实它的操控也算不错的。CJ 有跟我说 ，Peugeot 2008 After SST 之后价格起了，然后加一个 Power Boot， 但是这辆车就没有 Power Boot 啦。 哇哦，那个灯会闪一下闪一下的。在外国的话，这辆车的这个配备给它很高哈，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好像少了很多配备。还有 spare tire， 法国人的设计呢，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很特别。但是有时候该整齐的地方它都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储物空间这样子，椅背还可以做64倾倒，对一些有家庭人来说的话是蛮实用的。后面这里其实还有放一个安全的三角困，后面还有2个地方可以让你 用手拉关掉这个后尾箱。其实这个灯呢很好看，它是像一个弧爪。从上一代的 Peugeot 的话，它也是有这样类似的设计。如果没错的话呢，它是全天候都是亮着灯的，就好像前面的 Daytime Running Light 一样，日行灯。这辆车有双出排气管，后悬吊是一个 Torsion Beam， 前面是 McPherson。要操控更好的话呢，当然是拿铆钉对吧？但是 Peugeot 的 Torsion Beam 调教的还不错的，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 ，SUV 的标准高度。有后刹车卡钳，215 60R17 寸，大牙也比较便宜一点哈。它配备着 Goodyear 的 Assurance Triple Max 2环保胎，前面这里呢也是一样，215 60R17 Triple Max 2的轮胎，前面有一个大的 Single Port 刹车卡钳。现在的 Peugeot 如何分辨它是2008、3008还是5008呢？看这里就可以啦。它们车头呢好像长得差不多，尤其是那个 Daylight， 你看 Signature 的，然后像一个虎爪这样子，有没有？见仁见智，有些人说不好看，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蛮创新、蛮好看、蛮时尚的一个设计。那这辆车就是有 Daylight 啦，但是它不能换颜色的，而且整辆车只有2条 Daylight， 一个是在右边，一个是在左边，这里没有，但是它会有这种软质塑胶悬浮式的主机，就像是 Carbon Fiber 类似的，但是它是软的哈，按下去好像是整副的，不是那种贴上去那一种软的。 那这里就是硬质塑胶，我没有记错的话 ，X50的前面是软的，后面是硬的。HRV 这里好像也是软的。这辆车有6粒喇叭，皮勒这边有，下面这边有，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手把，会掉下来的。这个空间比较小一点，但是有分隔左右。中控台的设计不用怀疑 ，Peugeot 一路来都是不会让人家失望。iCockpit 的中控设计哦，比如说这种button，它像钢琴式这样子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像在开飞机有没有？更加好看就是3008，因为它的挡挂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电子的一种，更像开飞机哈。USB 插槽，CJ 有告诉我，外国这边有一个盖子，但是马来西亚这里又 cut 掉了。储物空间展露出来的，这里还有电子手刹，很好。这里是打开引擎盖哈，在左边。
它的后部空间会比较小一点哦，大概剩下一个拳头，头顶上大概一个拳头3根手指的高度。虽然同等级里面它不是最大的，还可以接受范围里面。这里一个喇叭，下面一个喇叭。椅背的话会比较直了一点，没有中央扶手，但是它的发泡棉的时候都是偏软的，很舒服。椅垫呢就比较硬了一点点，欧系车那种感觉。后面也没有冷气出风口，外国的是有的哈，听说。哇哦！对，这个 iCockpit 3D 呢，只有在2008才有哦。它不是好像整个都是荧幕，它好像那种反射的，类似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到很 3D， 好像在荧幕前面又再悬浮上来一层的表面，非常的特别，在其他车没有这样看到啦哈。当然了，budget 的车的话呢，大家要记得一样东西，很多东西都是要长按，就好像我在3008的影片这样子有说过哈，连 push start button 按着。OK， 它不像其他车哦，按一下就可以了吧？是不是？3008的 Sport Mode button 就要长按了，这辆车就没有。还有一个 Drive Mode button 上下 Eco、Normal、Sport， 这个综合非常的好看啊、哦。Start 车的那一个瞬间呢，你会感觉到抖了一下，因为它是一个3缸引擎。但是坐进来这里的时候呢，坦白讲，抖动的感觉呢会明显过 X50那一个。X50进来的话，几乎都是比较宁静的感觉。Almera 也是很宁静的，你很难感觉到在抖动，除非你真的是安静的坐下来的。这辆车会比较明显的一点。对，你会感觉到那个引擎没有这么顺的感觉哦。哇，这个米德，嚯！你在干嘛？开飞机吗？这么好看 ？OK。Carbon fiber 这样的，但是都是软的哈，整套都是。Auto headlamp， 我先打开头灯。资讯也是蛮多的 ，Dows driving。哦，这个是给你看时速而已哈、哦。还有这个。感觉到它操作会慢了半拍哈、哦。Personal， 这个就是自定义你要的显示怎么样。Dows 就是车主用的啦，你可以看到 RPM meter 还有你的时速表这样子。配搭着一具6速的爱信 6AT 6速的自动变速箱，爱信的话都会比较靠谱一点了。这辆车还有一个180度的退后模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虽然没有360度 camera， 但是它会跟着你退后的时候记录着你后面有什么，慢慢的延伸到前面。虽然不是360度，这个是蛮聪明的一个设计，比较省 costing， 但是又不会落后的一个配备哈。这个 screen 就好像比较差了一点点啦，比较萌一点啦，它不像3008清晰的感觉。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它的音响怎么样。传统灯泡，不会吧 ，bro？ 130千的车哦。这个盖子就坏了啦，因为车主的老婆不小心太用力，爆，这里中间就没有什么了。这里还有提醒 ，seatbelt on。这是放眼镜的，聪明嘞。一键上下，后面呢？后面也是一键上下，但是这个窗口就开不完了。Side mirror 调整的button。椅子是非常舒服的，支撑性也是蛮够的，椅垫也是蛮长的，只是说它是手动调整前后。一般上 Peugeot 呢就不会给到你风景式踏板，就有一个 footrest 啦，非常棒。这辆车有 AEB 自动刹车系统，还有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但是这个是 off 的啊，还有头灯的高低调整都在这儿。Signal。漂亮哦，这个灯晚上的时候辨识度非常的高。这个是 daylight 对吧？但是晚上也是会亮到这边来。这是它的 projector headlamp，LED 的方向灯，但是很亮，有没有？没有油压听感。上面这个是一个盖子还是 filter？ 奇怪，这是什么呀？不会是它的细风都在这儿？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这辆车是一具 1.2 公升涡轮增压3缸引擎，它拥有这130匹马力，还有230的 Nm，1225公斤的车，230 Nm， 我相信是非常的够用。这个1.2 Turbo 有这230牛顿米呢，就是代表2.4公升左右的引擎了，差不多了啦，已经是很厉害了的bro。在我眼睛看到这个引擎的抖动也不是算是严重，坐在里面可以感觉到一点可能阿猫定做的不好还是怎么样。这个车尾灯我是非常喜欢，真的是非常好看。比如说这个 LED 有没有？它是一个非常立体式的，根本是一个艺术品吧。如果你比起 X50啊，或者是 HRV 来说的话，我会更加喜欢2008，比较特别的设计，非常的时尚，非常好看，年轻人非常喜欢。好，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我的印象中的 Peugeot 这边都非常大的，应该就是它刚性好的原因吧 ，maybe。就好像 CRZ 一样，它有 Apple CarPlay 嘛 ，Android Auto 没有啊。好了，那我们去试驾，这挡挂很好，它没有 Pedal Shift 哦，但是有 Manual Mode。
我一上手这辆车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方向盘非常的轻啊。如果女人驾的话呢，很适合，真的。还比3008还轻耶，感觉到。所以啊，这个尺寸的话呢，它的同等级竞的对手呢，都是应该是 HRV 啦、X50啦、CX3 啦，这样子啊。虽然它的这个2605的 的那个轴距的长度啊，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B segment， 也不会讲 oversize 啊、B plus 还是怎么样啊。开起来是很好开一下哦，因为 steering 轻了，steering 又小力哦，所以每次我驾 Peugeot 的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非常不习惯，就是哇，你的那个方向盘太小了吧。从我开始接触208 GTI 开始，都是好像用着同一副吧，像哦，可是不是啦，因为它把灯不一样，那就是不是圆形的，是这上下都是平的。很轻快一下哦。我觉得这个车重啊，1225kg。开起来哦，整辆车轻盈了很多了，不像我在开这3008会比较重哦那个车。那希俊，你之前买这辆车的时候，你有去想要买其他的车还是怎么样吗？没有，看中这辆了。就是它一 launch 你就喜欢了，因为它样子。对，我也是有试看加那个3008啦，但是我不喜欢它的 drivability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有 agility 了。对我觉得很轻松哎，你看那个轻哦，感觉到轻啊。这3缸的引擎呢，感觉到好像在开的 X50的那种感觉，那个动力啊，虽然它是1.2，X50 是1.5。AT 它是 AT， 所以它换挡的时候它不会像 X50那种升档的那种快。虽然我没有加 X50的那个它的那个 DCT 很快啦虽然但是它升档快啊，降档就真的是慢哦 ，X50。比较可惜的一点，好像我们是开的 Eco Mode 哈 ，OK。这个 Eco Mode 也是很好开，轻快，哇，这个切换车道来讲都是很轻松，方向盘也不用摆动的太大啊。嗨，3008，其实是好看的，真的好看，但是很多人是因为接受不到它是 Peugeot， 而 Peugeot 的二手价钱都是很烂，有没有？很多人都是很多问题的啦，价钱很差的啦，不要买啦。所以马来西亚还在停留在那个时代。但是如果在国外来讲，他们这个款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的样子实在是太好看，连我觉得在这个 segment 里面哦，真的是好看，特别。OK， 希俊，你这辆车是打95还是97啊？我平常是打95啦，所以你full tank大概需要多少 liter 然后多少钱打满？它full tank是40 liter。OK。我打full tank 95应该是80多块吧，它可以跑到大概480到500 km。蛮省油的，因为它小 cc 嘛，小排气嘛。我相信老胎也不会像我们2.0的波什么1.6的波那种，讲起来还是小 cc。对，不会。如果我今天不告诉你它是一个1.2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你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它真的是蛮轻快。但是如果你讲这辆车的配备呢，它的确是比 HRV 少了很多，比如说自动跟车系统啊，这辆车就没有。Lane Keep Assist on 一下，因为现在我的左右手没有车，我才敢用啊这种哈。OK， 我试一下哈。好像有一点摆回来刚刚。有啊，摆回来了，摆回来了。声音手里，那边。它会闪一下啊，我还是关掉了，就没有跟车系统啦 ，AEB 是有啦，可能你们讲不够诚意，但是为了 costing， 而且我有讲过，不是每一个人都注重它的配备，有些人像我这样，重要的是好价，符合我们自己要求就 OK 了。ABS 啊，防滑系统、循迹系统有就应该 OK 了吧 ？OK， 我们换去 normal。meter 是真的很美啦，但是你要按了之后，你要等它那个 transition 哦。58%的油门这样，很顺。因为它不是 DCT， 它换挡会有一点感觉到。我不知不觉我已经开到100 km/h， 因为这辆车的隔音很好风噪开始有一点了，但是它的胎噪是真的是的确安静的，可能是它给的轮胎啊。其实开起来也是蛮舒服哦，它不会讲特别的像欧系车那种硬朗哦。它的刚性是好没有错，但是很舒服哦。好，我们来过个弯，感觉一下跟 X50有什么不一样啊？嘿，
感觉到它的侧倾 body roll 没有 X50多，过弯的时候啊，它的刚性会比 HRV 扎实咯。虽然 HRV 的刚性没有讲很差，但是在过弯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刚性比较硬，我感觉到这个车重也比较重了一点，踏实的过弯。HRV 比较轻盈啦，比较灵敏一点啦。我行驶着120 km/h 的时候，转速大概2400、2300啊，也是蛮低的一个转速，是3000 km 的 mileage。基卷，你这辆车你有 claim 过什么 warranty 还是什么吗？没有，还没有 claim 过，只是这个sunvisor罢了咯，不小心，太粗鲁了。说法是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它的 meter 还有假的 speed limit，这里是多少哦？啊，这里他就不知道了。哎，这条路是很跳的，有没有？我们不会感觉到这辆车在那边这样，它的滤震都是做的是非常的好。舒适性来讲呢，我感觉到我驾起来它的悬挂比 HRV 更加舒服，它也不会舒服过 X50，它是夹着于 X50跟 HRV 的中间。X50太过软了，舒服，这辆车会带一点点硬。有上过云顶吗？这辆车？有，第一次就是我跟我的一个 partner，一个 passenger，然后 second time 就是有load 啦，full load，四个人 ，4 people， 很明显啦，CC 比较小嘛，就很明显的有再多2个人。上去比较吃力一点啦，对。哦，它的这个 downshift 哦，虽然很顺，它有一点带一点那个 rev mesh 的感觉。你在退档的时候啊，它不会感觉到太多的顿挫，有没有？还是很顺。市面上看到太多 HRV 啦，看到太多 X50啦，然后你就驾出去跟人家，哎呀，你又是 member 啊，哎呀，你又是一个 owner。那如果你驾 budget 出去的话呢，至少人家回头会看多2眼的话，这辆车为什么那么漂亮啊？我个人认为，主要买车的话，最值钱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说什么安全配备给到你什么，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当你开出去，人家会望多你2眼，这样就值钱了，值回来那个钱了。但是我不是说每个人的想法跟我一样啦，我即使我是放在 automatic， 它都会显示你在哪1号档在这边。我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到这真的是哇，排乐有没有？这个 color 可以换的吗？可以，还是红色的？有青有蓝色，可以换的。在一切锅这边呢、对 ，6 speakers， 就这样。OK， 好哦，感觉到它的音响还不错啦。不懂它的贝斯我是听到从后面来，它不是在前面这一区，还是在后面。OK， 哎，那个 Sport Mode 的 steering 会中了哦。哎。慢慢踩，哦，嚯！其实这种德波车哦，在高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它没有太多力了。它最大的扭力呢，都可能在2000到3000转这样子，甚至是4000转这样子，也才 feel 到它的那个力。但是 after 那个5000转这样子来，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力掉了，因为它不是 NA 嘛。但是很好飞啊，这个 Sport， 你看我这样轻轻踩哦。我其实很喜欢这个 Sport Mode 在高速的时候，因为它整个方向盘都会变重。我觉得在这个高速上面会更加有信心啊！哎，140过弯 ，what？ 真的吗？喂，真的嘞，不是开玩笑嘞！Turbo 车在上山的路哦，Kara Highway 完全不是压力哦。虽然是1.2公升 Turbo， 因为我们有 Turbo， 它很容易就 warning 你哦。其实我们没有很靠近前面的车，就 vehicle close。哎，我们都是3缸。Hi bro，How are you？ 哇，快哦，3缸很快哦。我很好奇耶，如果2008跟 X50 Drag。会是怎么样？I think 我们的比高会快一点，因为我们是 AT 嘛，可能要等那个 clutch engage。这个刹车呢，我刚刚有一
一小段塞车的时候，我有 feel 到的，有一点像以前的 Toyota 的感觉，就是当我踩下去一点点的时候，它没有什么反应，踩多一点点，它又好像太过刺了。这个要有一点时间去练习怎样去驾哈。CJ 也说很多 budget 的车都是这样子，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CJ 它是一个法国车的忠实粉丝，还有208 GTI 啦，有 RCZ 啦，有一个 Clio 啦，然后这辆2008是买给老婆驾。Sorry 啊，嫂子，我叫了你的车出来。目前为止，车头这边感觉到是蛮稳重的 ，body roll 是有啦，它是很 body roll 很多，但是它感觉到就是那个轮还在连着地的，它不会好像那个轮会起来还是什么。Part 1的影片呢就到这边，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 Part 2的影片呢，这样2008的狮子呢就会开上云顶上面去了。最主要就是看一下这个1.2公升的涡轮增压3缸引擎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啊？一定是上到顶的，什么车都可以，只是说它的动力会怎么样哦。我一慢下来哦，那个 steering 马上变轻掉很多哦。我现在是 Sport 吗？刚刚在 Highway 很重的吗？现在 What？哇，电子的辅助就是不一样哈。好的，非常感谢 CJ，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等一下按99。Hello bro, long time no see。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